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另一集《聪明金钱流动性概念》。了解流动性概念将立即改善您的入场和出场，帮助您减少损失，并让您捕捉疯狂的风险回报率交易。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从聪明金钱交易的角度解释流动性的强大概念。我们会告诉你什么是流动性，流动性区域在哪里，哪些举动是流动性，或我称它为抢钱，如何在图表上应用这个概念，以及最后我们的关键流动性交易策略的规则、特定的进入和退出点。所以，如果您对此感兴趣，请点击并订阅以表示您的支持。什么是流动性？流动性基本上意味着金钱。每笔交易都是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交易，因此市场上的资金越多，大玩家参与的交易就越容易。假设一家大公司需要将数亿美元兑换成欧元，如果他们在流动性较低时这样做，价格将会飙升。他们不想提高价格，因为他们只是想买便宜的，所以他们需要流动性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他们需要市场上的卖家。所以问题是，流动性区域在哪里？流动性是零售交易者参与市场的地方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价格达到这个需求区域，交易者将面临购买压力。这不仅仅是零售交易者，还可能是小型银行、私人机构等。如果他们在这里下买单，他们的止损就是卖出，因此流动性区将是低于该需求区域。让我们在实时图中查看价格的变化。您可以看到价格跌破需求区域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流动性被大户抢夺，并达到高水平时间范围订单块，价格迅速回升。当价格到达趋势线的支撑位时，交易者会在顶部做多，并将止损设置在该线下方，因此这是我们的流动性区域。在该区域下方，我们有一个主要的结构水平，就是最近多次充当支撑和阻力的位置。假设价格达到这个主要支撑和阻力的水平，那么这将为我们提供做多的交易机会，因为抓住流动性将价格趋势继续，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。在图表上识别流动性区域有什么好处？首先是，如果流动性区域出现在需求或供应区域之前，它们将成为完美的交易机会，因为流动性充当我们希望在市场上看到的大波动。识别流动性区域的第二个好处是，您可以分别出流动性区与主要需求和供应区域区，这可以帮助您推广您的入场，并减少交易中的损失。这里价格突破了结构水平和出现低效率，留下了一个完美的订单块。因此，如果价格回到该区域以填补缺口，这将是下买单的绝佳机会。在这次急剧波动之后，趋势已经耗尽，看看它创造了多少次流动性区域。在价格突破支撑位后，早期买家抢走了所有流动性，并继续上涨。这里有一点很重要，在到达订单块之前，抓住流动性是一个完美的交易机会，但这不一定要发生，因为价格很容易突破订单块，并导致市场惯性改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较低时间范围内寻找反转模式进行交易。流动性类型，图表上的流动性类型有很多，例如趋势线盘整区域，甚至主要移动平均线等，但我们主要关注相等的高点和低点。我们希望让事情尽可能简单，并能够利用这个概念为我们带来好处。所以看这个例子，这就是我们如何区分主要供应和需求与流动性区域。从左边开始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向下移动和低效率，我们一直在等待价格上涨并填补这个缺口和流动性出现，以便可以在订单区进行交易。在这有一个供应区，而在底部，我们有主要的结构水平，经过多次充当支撑和阻力，和市场惯性改变和流动性出现了明显的抢钱，这将是市场上做空的完美区域。下一个主题：流动性交易策略。现在您已经了解了流动性的概念，让我们开始讨论流动性交易策略。这种交易设置不限于任何时间范围，可以在外汇、加密货币和股票市场进行交易。它非常简单，由两个主要步骤组成。首先，我们使用移动平均线来识别趋势。我们在图表上应用EMA50，只要价格单向突破 EMA， 然后给我们123走势，第三个走势突破之前结构。例如，这里价格突破50EMA向上，进行了123走势，打破了之前的市场结构。因此，我们已经确定，只要我们保持在低高上，我们的趋势就是看涨的。在第二步中，我们寻找流动性扫描模式，这意味着我们等待价格形成支撑位，要么蜡烛的长影线低于支撑位并抓住流动性，
要么蜡烛的收盘价低于支撑位并回到支撑位上方。在这里看看市场如何通过在这个支撑位出现蜡烛收盘价低于支撑位，并立刻回到支撑上方，这代表抓住流动性了。这样您就可以在这个蜡烛之后立即入场，或者等待确认蜡烛收盘价高于前一根红蜡烛。我们的止损点将是跌破支撑位蜡烛的最低点，我们将瞄准下一个结构获利。当价格达到您的1:2比率时，您还可以通过平仓一半，然后退高止损点来使您的交易实现盈利。这是关键点，时常关注更高的时间框架，看看价格在哪里，以及达到下一个结构水平的空间还有多远。例如，这是在进行交易之前的同一张图表。如果我们缩小到1小时的时间范围，我们可以看到价格最近突破了上升结构，并且在达到下一个结构水平之前，其盈利空间比率至少为1:2。此外，如果它向下突破低高，我们将不会在较低的时间范围内寻找做空机会，因为下一个水平太接近了。请记住，我们讨论的所有内容都适用于看跌情况。让我们看一个新西兰元对美元15分钟看跌的例子。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以123的走势向下突破了150，因此在市场形成阻力并突破上方失败和流动性出现并立即回到区间，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失败突破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执行交易的时候。正如我所说，这个策略不限于任何时间框架或绘画，但你可以自己进行回测试，看看哪种模式最有效。这一集就到这，我希望这个视频对您有用，请点击喜欢并订阅，以帮助我们继续制作更多类似的视频。也可以在下面评论您的想法和问题，因为我们会在下一集尽力回答您的问题。